扮成这样，还鬼鬼祟祟的。顺路采药，带上这个能避蚊虫。麻烦帮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李莲花求见。放肆！阁下可是那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李莲花？啊，正是。啊，幸会。这位呢是我的帮手。巧了，在庄上正好有几位神医的同行，神医可以与其饮茶，聊聊医术。哦，好，那就有劳了。两位里面请。常闻金满堂金员外藏宝无数，常年居万人册江湖富豪榜前10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谬赞了。哎，你别跑！关侠医，他舌淡苔白，上吐下泻，分明是脾胃虚寒之症。待我给你酒上一下，立刻就好。关侠医，小人的病好了，真的好了。您从昨日救到现在，小的快被您烤熟了。平日旁人求老夫看病施药，尚且无门。今日老夫心情高兴，看你面色清白，呼吸气弱，料想这腑脏之内必有气阻，所以主动出手替你悬丝把脉。怎料尔等稚子如此不识相。原来是有药无门，供养无门老前辈啊！失敬，失敬。在下李莲花，方才呢有些猝不及防，还望前辈见谅。李莲花，你就是那个传闻中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啊？这看上去就平平无奇嘛。哼，我只是略懂一些粗浅的医术罢了。这位便是江湖人称乳燕神针的侠医关和梦。哦，这原来是关兄啊！起死回生的医术我还没见过。李莲花，我们俩比试比试，看谁的医术更厉害。就治他了。哎，嗯，哪来的小哑巴？好没礼貌！小哑巴，你是不是李神医跟班啊？人神医还没出生呢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个哑巴话还这么多，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。哎，肃静雅正，关兄莫生气。这位呢，只不过是我的帮手，初入江湖不太懂规矩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改日闲下来之后，定向关兄请教。还是李神医温润有礼，只是啊，你这个小跟班，真得好好调教调教。关兄说的在理，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。无法。这位便是阎王鬼见愁的鬼愁医手简凌霄。嗓子没什么毛病，只不过体内有一股暂时被压制住的罡气，既非病不可医，倒是多说说话，能帮你疏解点罡气。啊！你个老狐狸！肃静雅正，原来不是个哑巴呀，那还挺可惜的。回头找你算账。诸位名医神医欢聚一堂，我元宝山庄真乃蓬荜生辉呀！你就是金满堂？正是在下。这听闻金员外身染重疾，才广招名医，但今日所见，金员外身如红钟，容光焕发，这也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。实不相瞒啊，在下请诸位前来，确实另有他事相求。这是我1个月以来陆续收到的信。这信上都是说要金员外尽数交出元宝山庄的财物，否则就要取他的性命。
这是何人所寄的勒索信，竟如此猖狂？金某一番追查，毫无头绪。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对我金某人而言，也并非那么重要。只是祖上传下的这些家业，我又岂能拱手让给那些贼人呢？如今我元宝山庄上下也加强了护卫，若有贼人硬闯，也并非易事。只是这案件难防啊！前不久就有家丁中毒暴毙，实在叫金某寝食难安啊。所以金员外就是想请我们过来，对你的饮食起居把关，以防有人下毒。若真不慎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在场有这么多神医在，也可安枕无忧，对吗？正是如此。想不到老夫堂堂一杏林名医，倒被骗到这儿来，当成伺候人吃饭睡觉的婆子了。诸位若助我金某人渡过此关，我金某一定不会亏待大家。金员外果真大手笔，看来这次我来的不亏啊。宗正明珠，二位，别来无恙啊！你难道不是在大牢里关着吗？我这还要感谢二位，要是没有二位在玉城多管闲事，栽赃于我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的闲散大少爷，哪有机会坐上这监察司指挥使的位置呢？诸位，诸位莫慌，金某虽身在江湖，但曾为朝廷出过一些力，所以才能请得动监察司与宗正大人前来相助。给我拿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凭什么抓他？这李莲花呀，惯常招摇撞骗，而且所到之处皆有命案发生，嫌疑大得很。我看此次勒索金员外的人，就是他。宗正大人，你这是有点公报私仇了。这每次命案我都在呢，那是因为我和方信他一起同行啊，而且每次我也将真相查明。只不过呢，凶手摇身一变还。人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既然都是在下请来的客人，又岂有怠慢之理啊？不如诸位给在下一个面子，和气生财嘛。其实在下早已备好了筵席，就等着诸位入座呢。宗正大人，您意下如何呀？这多谢金员外的款待啊！客气了。二位方才说是有事要与我详谈，可是关于布置机关一事啊。金员外，由我风多病出手，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你房间里头，这外人自是无法加害于您。哎呀，有劳方公子。应该的。只是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，金员外，想借贵庄的博兰人头一用。什么？你要我的博兰人头啊？这……哼，金员外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想借博兰人头，用来疗愈，当场便会归还。他借……好，金员外，如果实在是不方便，我们二人现在就告辞。
哎，告辞。等等，这个博兰人头乃我装至宝，二位既是要借，想必也得拿出点诚意来。若是二位能揪出背后遇害我之人，博兰人头的事，自然不是问题。这是千灵阵，这避阵开阵的锁卡，只有在屋内的这一处。现在阵已开启，只要有人靠近此屋，就会被这锋利的悬丝所困，很快就会警示整个山庄了。这么快就能闯阵？你是？啊，这是在下的义女芷瑜。义父，我只是正好路过，没想到义父有客人在。小女年方29，平日里不常见外人，故而有些怕生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此处有阵，以后得我允许才能进。下去吧。我帮你解开吧。啊。冰爱身体抱恙，过于瘦弱了。哎呀，天生体弱罢了，已找了大夫做了调理，就不劳李神医费心了。待二位抓到要害我之人，我们再谈博兰人头的事。哎，金员外，才帮他布下阵，这就包门。天灵阵还开着，金员外应该就在屋内啊。金员外，请你把千灵阵关了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门窗一直关着，我们都嚷了半天了，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哎，方德斌，费了此阵，进屋去看一看。好。机关已解。哎呦，终于解开了啊！太好了。金员外，哎，金满堂人呢？老爷，老爷，门窗都是从里面好好锁着的，人是怎么出去的？既然门窗都锁着，这仙灵阵还开着，金满堂就不可能离开房间。金管家，这屋里的密室在哪？密室？这在下从来不知啊。金员外，平日里一掷千金，又怎么会留着一把断齿的梳子呢？想来这是钥匙。
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各位神医，快救救我家老爷！救救我家老爷呀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你醒醒啊！你们看，是董灵，精灵剑董灵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他是被掐死的，没有中毒，也没有其他外伤。不错，也没听说过他与金满堂有什么瓜葛，委实不像勒索之徒啊。奇怪，这董灵平时都包裹得这么严实吗？这大夏天的还戴手套。李莲花，你看，是树人症。何为树人症啊？树人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，病者的皮肤会逐渐变成像树皮一样，在病发严重的时候，会变得像树干一样长出树根状的肉瘤，形同怪物，药石难医，痛苦致死。波兰人头，波兰人头不见了！波兰人头不见了！看来董灵来元宝山庄的原因找到了。都别装了，传闻博兰人头能治百病，能助人长命百岁，就藏在这元宝山庄之内，江湖何人不知？我就不信大家这些神医的、名医的，到此不曾好奇这东西。原来董灵是来借博兰人头治疗树人症的。没错。不如问问金管家了。金管家呢，从未出入过江湖，怎么就一眼认出董灵来了？对，我认得他。他化成灰，我都认得他。半日前，董灵来见我们家老爷，我远远的听着，听他喊要波兰人头。波兰人头是什么？人间至宝啊！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几次，能给他吗？看。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。废话，不，你可别误会。那后来呢？数日之后，董灵拿着他的金灵剑，苦苦相逼。我可怜的老爷，被逼无奈，
才有袖剑上来的，把他赶了出去。袖剑，就是刚才那只。是，那是老爷的防身之物。那这件事情就清楚了。董玲所求博兰人头无果，于是呢就在暗示盗宝，结果被金满堂发现。董玲武功高强，掐死了金满堂。金满堂在垂死挣扎之际，射出了带毒的袖剑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结案。来啊，把尸体抬出去。是。现在起，元宝山庄由监察司处理，其他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。哎，这又不是你家，凭什么听你的？金员外求助朝廷在先，监察司处理此事理所当然。带走。嘿，慢着啊！林震，若是真有第三个人，那他是怎么出去的？宗正指挥使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！你这么说人家听不懂，我帮你翻译一下，就是骂你蠢。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？你可别忘了，被你无辜杀的玉秋霜尸体，不就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吗？哼，你也别生气啊。况且呢，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？何事？鞋。鞋？金满堂的鞋啊，他只穿了一只鞋。他们搏斗之时慌忙掉了一只鞋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个金满堂啊，穿的不是浅口履，而是马靴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马靴平时穿都比较麻烦，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？再说了，如果金满堂被董玲掐住，他拼尽最后力气射出袖剑，董玲又因躲剑而死，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。我特别想问问你们，金满堂的另一只鞋，又是被谁脱了呀？我知道了，必定是有第三个人，在密室到处寻找门钥匙，所以才会在金满堂全身上下翻找。没错，金管家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晚上你家主子是何时回的房呀？我记得是在戌时，我送老爷回房安歇，看着他打开了千灵阵。当时房间并无他人。那这就奇怪了，千灵阵是我亲自设下的，这董玲还有第三个人，是如何进出的呢？你看，此案还有诸多的疑团未解，宗正大人，怕是还得再查清楚了。如此看来，必须查清来龙去脉，才能还两个死者。那就都来说说吧。在下确实有疑问。素闻莲花楼楼主虽怀绝世医术，但从不主动为人看病，身上超过50两银子，也绝不出诊。可为何这次元宝山庄一张榜寻医，你们就来得如此积极？这不是正好不足50两吗？
你身边这位方少爷，一会儿能言，一会儿不能言的，分明是致命的罡气所致。只怕你们也和那董玲一样，是为博兰人头而来的吧？没错，我们确有此意。可你们别忘了，二人互杀的傻言论是我们推翻的。我们不会蠢到引火烧身吧？那谁又知道，昨天晚上是不是你们两个作案后，将博兰人头藏到了山庄的别处？因为我突然要赶你们走，你们才找理由留下来，伺机取走宝物。哼，你这么说呢，也有道理。我呢，竟无法反驳。那说吧，昨晚你们二人的行踪。昨天晚上我们二人就在房间里头，从未出过门。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作证。你们二人狼狈为奸，证词不得作数。何况金满堂屋外的那些破铃铛，不也是你方多病所设吗？你们若想出去，自然没有铃声。你们俩嫌疑最大。你冷静，罡气呢？罡气。气死我了！宗正大人，这要说嫌疑嘛，那昨天呢，你为何避开众人，悄悄地去见这个金员外？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还有，你们两个好像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啊。那只是一些公务上的事罢了。怎么，我还要向你交代？哼，那倒不必。只不过呢，你会不会因为这些公务，对他起了杀心啊？你，先出来，有些可疑。我只是吩咐止于招待大家的饭食而已。简先生，你说你半夜见到了关兄出门了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该不会你这么巧去看月亮吧？哎呀，原来听了这么久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小秘密啊。废话多说无益，既然大家都有嫌疑，那就只好将整个山庄都搜查一遍。若在谁那儿搜出了博兰人头，此案自见真章。是。走，去别处看看。我看这宗正明珠分明就是有意敷衍，想要快点结案。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非要搅和到元宝山庄的案子来。这总归不是闲着来探案的。这元宝山庄到处也都被他翻遍了。难道他和金满堂的争吵，也是因为想要博兰人头？这之前在玉城就发现金玉盟与他有瓜葛，难不成是这个金玉盟想要这东西？但若按你这么说，凶手会不会是他呀？可凭他这脑子，是铁定入不了我的千灵阵的。把包袱交出来，否则休怪我无礼。你们敢！我说了不许搜，就是不许搜。怎么回事？他不让我们搜。关兄，这山庄里头人人都被搜查，凭什么就你不能看啊？若你真是清白的，就大大方方拿出来给人看呗。哎，关兄，这包能否借我看一看？
哎呀，我这是在帮你，省得你尴尬呀。切，李神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切，李莲花，借一步说话。我给你看样好东西。人世太匆就想乔装逃离，你和金满堂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是吧？之前手上戴这么多镯子，就是为了掩盖被金满堂抓伤的伤口吧？还想畏罪潜逃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凶手找到，自然是关进柴房好好审问了。带走。是。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我都不忍心动刑了。说吧，博兰人头在何处？我不知道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拿博兰人头。不说是吧？监察司滥用私刑，若是有人在朝上参上这一本，你说会不会龙颜大怒呢？把他给我看好了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他一日不说，我便一日不给他水粮，我看他能撑到几时。方少侠，请吧。住手！关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位姑娘，出来吧。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原本以为，芷玉姑娘身上的镯子是为了掩饰金满堂垂死前的抓伤，看来并非如此。可事实上，我却只是他买来的药引子。什么？药引子？我从6岁被买到元宝山庄，每日不间断的要使用10几种药材。10年后，终于成了他的药人。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迷香使我致幻，麻痹我的痛感，以方便他在我身上驱邪。他将我的血和药材一起泡在博兰人头中饮用，说是这样
才能让他身体康健。你说的竟是真的？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残忍的治病法子？他金满堂还真是造孽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活该有这样的报应。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他从不对外人言，任何人都防备，所以也从未在我面前展露过波兰人头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提早说出来？又为何要乔装逃跑？我怕大家迟早发现我和他这层关系，怀疑到我身上。金满堂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去他房间给他取血，所以你的身上还有屋子里才会留下这种味道。等你们离开后，他才开了门外的千灵阵带我进去。可取完血我就走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那你再仔细想想，金满堂临死之前可还有什么异常？对了，他平时取血都不慌不忙的，但那晚却心不在焉的，好像急着去做别的什么事，所以都不小心将血弄到了指甲里。我猜当时金满堂应该是急着去密室查看董宁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认为在我们布下仙灵阵之前，董宁就已经在屋内了？不是我们到达那一日，早在半个月之前，他就已经到那儿了。董宁是否从渚州而来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张当票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董宁在早年的时候问金满堂当过什么东西，然后现在想赎回来。有可能是博兰人头呢，然后金满堂却不舍得还给他，所以他们就成了仇家。我一直在想，董明威胁过金满堂，而金满堂拿到勒索信，证据确凿，却没有揭发董宁，所以这个董宁早已在他控制之中。不是董宁躲在密室暗算金满堂，而是金满堂已经设法将他囚禁了起来。董宁来见过我们家老爷，幸好老爷暗中用袖剑击败了他。还好老爷当时急中生智，才没被董宁所伤。不过事发紧急，我们当时并未及时赶到，就董宁跑了。事后我们这些会员因为看护不力，还被管家打了板子。对呀，元宝山庄的人都说董宁被金满堂赶走了，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。所以，金满堂根本就是在撒谎。不对，可董宁武功高强，金满堂根本不是他对手，怎么可能困得住他？你们不记得这个了？之前，这个盒子不是在地上吗？这地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空盒呢？我之前以为是第三个人进入了密室，拿走了盒子里的东西。若真是有人进来的话，那门口的千灵阵肯定是会有所反应的。空盒子是金满堂用来诱敌的鱼饵。回来！给我耍花样啊！你说我都答应把他给你了，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博兰人头呢？那儿呢，我的人头就在那儿。想跑！金满堂，放我出去！金满堂！半个月后，金满堂猜董宁应该是死了，所以才急着去密室找他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董宁还活着。那岂不正如宗正明珠所说，是他们互相杀死了对方？没这么简单。为何董宁被困了半个月，却还没有死，甚至还有余力掐死金满堂？而这金满堂只穿一只鞋，又是如何解释呢？所以你想，虽然这密室内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，但并不代表这个故事里就没有第三个人。莫非是那黑衣人？可是他为什么要杀芷月姑娘？或许他只是想找个替罪羊，又有可能他想要找东西没有拿到。看来
只有抓到那个凶手，才能知道真相。所以你们才故意设这个局，都怪我不好，才让他有机会跑了。切，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跟他一伙。方多病，下次可别再让他逃跑。你以为你们还有下次？果然又是你们，打伤我的手下，劫走嫌犯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人不是芷玉姑娘杀的，我们来只是想查清真相。查清真相？我让人去查过百川院录用在册的刑探名单了。方多病，你根本就是个西北货，还有资格在这查案？哎，快走！宗人明庄，你有本事把门给我打开！我可是有百川院受命的，我就是。再让你跑一次，本少爷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简凌霄，李莲花说的没错，上次你没有得手，果然不会死心，一直守在柴房外等机会。简兄，得罪了，让你看了一出戏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是我。怎么说呢？这一开始也并不知道是你，但是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一次在你房外，你脚下随意踩着一些花瓣，而那些新鲜的花瓣呢，根蒂本该是入药之物，可你却毫不在意啊。所以他出门在外还要特意摆弄那些花瓣，其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为了入药。没错，我曾经也想过，在金满堂的手上呢，我突然发现他有一点点的车伤，当时却被他的指甲中的血迹转移了注意力，所以一时忽略了这一点。不过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，那些在你屋外飞来的蜜蜂，并不是偶然。你养的那些花，目的就是为了养蜜蜂吧？果然随身养蜂。你们既然已设下此局，就应该清楚的知道，博兰人头不在我手上，否则，我也不会追着关和梦而来。没错，说得对，哼。
这风毒性甚微，不至于让人丧命啊。看来是没有撒谎。不知简兄现在可否告知，你执意要这个博兰人头，是为了什么？我要博兰人头，是为了给我儿子治病。令郎身患何病？难道就连鬼仇一手也没办法吗？是树人症。所以当我看到董灵也同样有此怪病时，很是惊讶。实不相瞒，树人症此病非常非常罕见，而且是家族祖上染病，一代传于一代。家族遗传病。我的妻子便是染上了这种怪病而死。如今，我的儿子也开始发病了。我不想看到他像我妻子一样受此折磨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拿到博兰人头。那简兄，你是从何得知这个博兰人头就能解这个树人症的呀？因为我知道，金满堂就是用博兰人头抑制住了他的病症。你是说金满堂得的也是树人症？这个病这么不常见，为何恰好都聚在了一起？该不会是……没错，我的亡妻金玉珠就是金满堂同父异母的妹妹。金老爷子生前好游风戏蝶，处处皆留风流债，内子是外室所生，一直没有被认回元宝山庄。这么看来，那董明多半也和金家脱不了干系。我也是这么猜测的，没想到金满堂完全不顾念血脉之情，宁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病死，也不愿意拿出博兰人头。我之前从芷衣姑娘那里得知，这个金满堂每隔几日便用博兰人头喝他的血，就是为了抑制他的树化症状。这个方法极其的残忍，根本与害人无异。简兄，你医者仁心，想必得到这个博兰人头，也不忍心吧？唉，这绕来绕去一无所获。也不至于啊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半个月前，这个董明一直就是在这个密室里。而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，这么多天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枯蛇兰之毒会使人窒息恶心、四肢瘫软。但董明其实是后脑磕伤，失血过多而死，不是在我们到达那儿，而是早在半月之前。苏姑娘，可否请你再帮我一个忙？你让那个苏小阳再回密室有什么用？我们之前也没找到什么线索，还能指望他呀？所以我让他带了个帮手。帮手？你们在这儿看，这是馒头碎屑。果然让你带去的，帮手还是有用处的。老鼠来找线索。哼，方小宝，你之前不是问董明为什么被困了这么久还没有饿死吗？这不就是答案了吗？这是有人给他送了吃的，可这密室的门不是只有金碗堂才能打开吗？难道？苏小优，你这些馒头碎屑是不是在面向院子的那个墙下找到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那道墙上的高处是不是有一块不太平整？没错。那下面呢，应该藏有通气口。很简单，那个人从这个通气口给董明送吃的，所以这个董明才能活这么久。
之前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董灵身上确实有毒箭划过的伤痕，但这个伤痕很浅。董灵的内力不错，这点毒，怎么至于让他失去意识呢？但他身上又没有其他中毒的痕迹，所以就忽视了。那这就对了。如此说来，金满堂的邪就有的解释了。这密室由内而外用的不是钥匙，而是点位机关，所以董灵就算翻遍了金满堂的全身，也翻不到钥匙呀。声音小一点。有机会知道通风口，还能给董灵送吃的，所以毋庸置疑，此人必定是在这个元宝山庄里。没错，可是元宝山庄上上下下仆役侍从这么多，到底是谁呢？李莲花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方小宝，刚才的炭灰你这么快就忘了？炭灰怎么了？你再仔细看看。这炭灰细软发白，应该是银丝炭。怎么了？现在啊，待未到冬季，那贵重的炭火一定会锁在库房当中。所以这个季节在元宝山庄拿走银丝炭的人，又会是谁呢？管家金长宝，只有他有内务库房钥匙。没错，宗正明珠搜遍了整个元宝山庄都没有找到博兰人头。想必啊，这个博兰人头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金满堂的房间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就去元宝山庄。哎，几位请留步。听说几位是元宝山庄的贵客，我这里刚好有几副金员外平时喝的药，但不知道为何这金管家这几日不来取了。金满堂的药？没错，不知道能不能劳烦这几位帮我把这药带到元宝山庄，这每日用量不一样，我都标注好了。来，都给我吧。好。哎，这药为何都是双份？哎呀，先前呢，每日只服1份，后来这2年，金管家说金员外这病越来越重，请来的大夫说要加大药量，这就每日服用2份了。我平日里一直暗中留意金满堂的药，从药方上的药物看，确实用于治疗树人症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他并不是每天都用2服啊。这就奇了，这每日服用2份是金管家亲自吩咐我的。那这个药也都是金长宝自己来拿的呀？没错，这金管家对金员外忠心耿耿，我想会事必躬亲的吧。李莲花，难道金长宝也有树人症？难道他还是金满堂他爹的私生子？指挥使已经下令，你们2人不得入内。我们查到了重要线索，不让我们进去。若是让嫌犯跑了，你们监察司如何交代啊？上次不抓你，已经是看在方尚书的面子上，还请速速离开。你，李兄、方兄、杨兄，我听闻宗正明珠领监察司的人前来，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这监察司如今沦落到让一个刑犯来当主事，也不知道当年创立监察司的师祖爷们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。算了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。只不过呢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杨副使，出事了！出了何事？元宝山庄的管家金长宝上吊自杀了。你们还敢闯进来？方小宝，这可比你百川院威风多了呀。哦。
这金长宝果然有树人证。人世太匆忙。他竟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，树皮肉瘤反复长，他就反复刮，竟然忍着这些痛苦，最终却还没能成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树人症其实是元宝山庄金氏一族的家族病，在下的亡妻便是金满堂的异母妹妹，所以知晓此事。既然董灵、金长宝也有这种罕见的病症，那说明他们也是金家的一脉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元宝山庄的老庄主就是因为树人症而过世的，你们尽可找来庄上年长的老仆，一问便知。这金长宝定是偷走了舶来人头，用过之后却发现对自己的树人症毫无作用，所以才会疯掉的。他哪会知道，金满堂平时除了用舶来人头，还得配上以药材常年养出来的人血才行。舶来人头是被金长宝拿走的。原来竟是金管家为了治自己的病，设局做了这一切，最终因为舶来人头治不好他的树人症，心中绝望，才选择自尽。我看也并非如此吧。是，那就说明他把真的舶来人头早都已经藏好了。我们第一次进密室的时候呢，金管家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，他把空的盒子打开，告诉我们舶来人头不见了。舶来人头，舶来人头不见了！之后大家满山庄的去找，能装得进这个盒子的人头，而真正的舶来人头就是这个花盆啊。只怕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花盆了呀。你这又是何意？先说说这个金长宝吧。这金长宝算计金满堂不假，但他并非是有胆杀人，否则呢，他怎么会在元宝山庄这么多年了，却偏偏要等到现在下手？因为啊，他不是自尽。上吊自缢，锁魂只交至左右耳后，呈深紫色。而且他的锁痕之间呢，还有一道浅白。死之前应该是握着双剑，他为何双手是伸展开呢？这根横梁上只有一根绳子的痕迹。如果人真的是自杀的，会因为痛苦而有所挣扎，在这梁上留下多处挠动的痕迹，而并非只有一根明晰的雕痕。
所以这金长宝是被挪尸，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。敢问公羊老前辈，可了解枯蛇兰的毒性啊？这一道毒箭浅伤，还不足以让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完全失去意识而昏过去。公羊前辈，你身为名医，你是故意知道了不说，还是另有其他的图谋？你这是何意？想污蔑老夫吗？还嘴硬。镇中呢，最大的药铺就是济世堂了。金长宝会给金满堂去抓药，但是最近这2年，他每次都抓2副药，说明他最近这2年才开始犯病。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，于是呢，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，才未曾露出端倪。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就在这个时候，董玲来找金满堂要博兰人头。他发现金满堂将董玲关进了密室，企图饿死董玲。快点，你给我耍呀啊！哎呀，我都说了把它给你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博兰人头呢？我就放那儿了，就在那儿。想跑！金满堂，放我出去！金满堂！这个时候，有人教了他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。金长宝却如计划的那样，成功的解决了金满堂和董玲，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拿走了金满堂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博兰人头。我猜他没错的话，此人就是你吧？公羊无门。李莲花，公羊前辈德高望重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我之所以这么断定，证据有3啊。还有这意外的发现，写给金满堂的这些勒索信，和这药方上的字迹居然是一样的。公羊老前辈，你是不是没有想到，有人会查这个药方，忽略了自己的笔记啊？我知道了，你与金长宝里应外合，故意营造出有人要杀金满堂的样子，还有夺他财宝，就是为了让他为保小命，昭明医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宝山庄。是又如何？老夫身为杏林中人，对江湖上传闻已久的能治百病的博兰人头有所好奇。略施小计进到这山庄，你又如何能说是我杀的金长宝呢？他也没有一口咬定就说你杀的人呀。没想到还这么嘴硬啊！那公羊老前辈，看来我只能拿出第2个证据了。前辈，得罪了。金长宝答应和公羊前辈合作，但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你，想必呢是提出拿到博兰人头之后，想让前辈给他治病，所以才会把这个博兰人头作为交易。公羊前辈也正是苦于此。那日呢，你就跟踪芷鱼姑娘，却没有想到的是，你还真的发现了芷鱼姑娘割血的秘密啊！
于是公羊无门就拿了芷鱼的血和金长宝交换，再伺机夺走伯兰人头，再杀他灭口。可惜的是，前辈拿的并不是芷鱼姑娘的血。所以你用你的血骗了金长宝，这可怜的金长宝还以为自己拿到了伯兰人头和芷鱼姑娘的血，病情就会好转，谁知却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所以才会魔怔发疯，然后你就借此机会趁机杀了他。一派胡言，一道伤痕而已，编出这么多故事。行，我还真的准备了第3个证据。等等，你说公羊无门杀了金长宝，我们搜遍了他的全身，也没有查到致命伤，验过了也没有中毒。如果不是上吊自缢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骑兵指挥使，副使，是公羊无门的包袱里发现此物，在公羊无门的房间发现和金满堂屋内一样的花盆，清洗过后确实是伯兰人头。这就是伯兰人头。下去吧。是。既然凶手已经抓到，伯兰人头也已经找到，人证物证，我要带回监察司受理。哎，慢着，这宗正大人，你倒是忘了，这朝廷与武林立下的规定了。此乃江湖事，理应由我们百川院来处理，还轮不到你们监察司来越俎代庖。此事我还就管定了，百川院又如何？这规矩早就该改改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监察司的厉害。宗正秘书，谁敢动我百川院的人？杨远春，你！我以监察司副使的身份，令你们立即撤出元宝山庄，余下主使皆交由百川院处理。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指挥使。诸位都是监察司精锐，已与在下共事多年，当知我监察司的职责和御下的规矩。杨副使说的没错，按例律，此事我们的确无权僭越。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若还不罢手，我就只好请出御赐天龙令，触犯监察司立司原则，当杖摆。你是要我在这里行刑，还是押你回京？好，监察司总算还有点骨气。拿着，从此你就正式是我们百川院的人，以后可不能叫监察司欺负了去。多谢石姐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到来信了。来，看见没有啊？我们百川院的事儿，你就少来掺和了。今日我且斗不过你们，但你们也莫要嚣张。万圣道在江湖中崛起，又与朝廷交好，早晚会把你们百川院取而代之，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。万圣道，石姑娘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师兄，但是都没有找到师兄的下落。但如今，我已经发现帝飞生还活着。顺着他，
我就定能找到师兄。到时候，我就带着师兄回来，一个埋在您的左边。小的时候。 这位朋友，过来说话。什么事儿？你这多日服药不愈，倒是有不吉之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是撞邪，不是生病了。你一个卖膏药的，还懂驱邪啊？这大隐隐于市有何奇怪呢？这倒是你，近日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比如死人的物件。哎，你早起，意下如何？怕还发什么财啊？咱们一起干票大的。好，我已备下酒宴给各位接风，诸位随我来吧。走吧。哥，我们要找的观音垂泪就在一品坟里，咱们怎么办？左右咱们也是要找观音垂泪的，先跟他们入坟，然后一个不留。魏庄主今日竟在苍鹿院设宴啊！听闻魏庄主的苍鹿院很是祥瑞啊，能在此设宴开席，就没有不成的啊！诸位，预祝咱们这次顺利发财。好，发财！哪来的小杂种，找死！二位莫动手，这位是我家的一位远房长辈，别看岁数小，但是辈分却很高。诸位入席吧。魏庄主，你摆着宴席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？一个胆小的囚徒，一个肉头也就罢了，现在又来个无礼的小王八。魏某组局向来是按劳分宝，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。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，诸位，我来问一句，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，那这位百川院的邢探，
谁敢为他作保？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，难道还想留他吗？既然大家都没异议，那就送葛攀上路吧。不可来杀！你这肉头，这么紧张百川院的人，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？不。诸位且慢啊！哦，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？这高见不敢当，只是百川院的刑探混进来了，难免没有后招。若是还有同谋的话，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留他一夜的性命，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，不就放心了吗？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，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。青虎兄弟，你呢？好，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。如此。这一个魏庄起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刑探，哎，你认识这个葛攀吗？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武，我不太确定。但这把佩器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，所以葛攀不得不救。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，多谢了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怕死啊，方少侠。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，真要是打起来，那肯定会牵连我呀。我这想来想去呢，不住在同一间屋子吗？4号房和5号房并排而建，你说哪个是4号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4，一个5，当然这边啊。哎，奇怪，这怎么也是4啊？你抹的泥巴呀！天黑月暗，凶手只需遮住5号门牌中的白点，再用这个白灰在4号门牌上加上1点，那4、5就交换了位置。只需尸骨双煞分别回房，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一点手脚，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5号房当成4号房住进去了。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尸骨双煞兄弟一同住的苍鹿院，理应是一同回屋啊，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？那你为什么又把他们跟丢呢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，把人跟丢了。我知道，我们来演绎一下。李莲花，你走错路了。嗯。如此，昨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，哥哥等不及，先回房去了。这酒醉后呢，不止虚浮，与清醒人不同啊。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，回房时候呢，住进了不同的房间。我们兄弟2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？没有，我酒醉犯困，回房就睡了。所以你哥哥住进了4号房，
而你住进了5号房。昨夜酒宴后，狮虎双煞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，张敬师在前，张庆虎在后。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虎，于是先回到4号房。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，让2个门牌对调，又进入了4号房，杀了落单的张庆师。等张庆虎回来时，夜色深重，加上醉眼朦胧，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，自会住进了5号房。凶手行凶后，敲开后墙的透气孔，将嫌疑引给小孩，再将房门给擦去。张庆虎呢，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，他被转到了4号房，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。求前辈告知，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，又能想到将人……这姓魏的阴毒！各位，咱们一起上，现在还有胜算，大家快上啊！毒入5脏，内附翻脚，那可是很疼的。庄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入坟，求托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，求您饶了我性命吧。哎呀，大家本是同道，我本就不想做绝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，让此毒延缓3日发作。待事成之后，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，并且将1品坟里的宝贝按劳发放，皆大欢喜。我保证听话，请庄主赐药。还是求陀使去。求庄主赐药。求赐药。求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很好。诸位吃了解药之后，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哎，李莲花，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，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。啊？走？这魏庄主在朴树山待了1辈子，他若真的有本事入坟，把这黄泉14道尸体搬出来，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？这7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，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。这1品坟此行危险，你还不会武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你岂不是会穿帮了？你就别管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快去。走。哎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说2句啊。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呢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为了这个1品坟而来的。你也想要观音垂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抠门，但不曾贪财。那这1品坟里的金银财宝，你肯定不在乎。我方大帅就站在你面前，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学。那这武林秘籍，你肯定也不在乎呀。还有这银珠甲，你都不当回事儿，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不感兴趣。那便只有观音垂泪了。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每个人都想要，连你也想要？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，狮虎双煞想要它，自然是要增加功力。我是治病。治病？你受伤了？你生病了？只不过小的时候呢，我自有心气，晚上呢也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心眼也特别的绞痛，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，才能治我的病。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，若是不能救人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再说了，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你放心，这观音垂泪，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嘛。那就公平点呗，我帮你拿药，你帮我查案，怎样？就这么定了。
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？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，却唯独对他优待，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。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？我才不信呢！不信，我得找机会试试。哎，你可别去啊！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？你倒不如多留意他呀。哎，这问题，前面应该是被布下奇门之术。你看啊，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孔，这明显的是从手指上掉落下来的。这么看呢，应当是这里。七道尘是在这儿，一品坟也在这儿，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，等着我们入墓呢。诸位，看到了吧？这儿就是一品坟，可惜啊，被奇门之术挡住了。古兄弟，有劳你了。小子，找死！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，但是可惜了。哦，原来你要的是这位，告辞。追得这么紧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所不，果然是你，像你。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。好啊。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？这可是3天的菜量啊！他一个人吃完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？一向只是白米饭的嘛，吃什么都一个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没算你的菜钱。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？你故意诓我呢你？你让我吃的。这可是花了30钱买的呀！休息了。楼上只有1间客房，先来后到。2楼的房间最大，够你们一起住的。绝不可能。
二院主，是一品坟的消息，您交代第一时间告知给您，属下不敢耽搁。这葛攀在我手下做事，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他暗藏祸心，是我失职了。二院主何必事事揽责？葛攀私心作祟，背离百川院，实在防不及防。幸而在场的天机堂少主方公子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将其识破，他们正押解葛攀在来百川院的路上，他自当承担该有的惩处。又是李莲花。之前撞见藏匿了10年的嫡妃生出关，现在又撞见破西陵抢夺观音垂泪。这李莲花究竟充当什么角色呢？属下找人暗中盯着那莲花楼。冥顽不灵，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！百川院出事了。哦，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，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。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。老衲听闻，云比丘10年来自闭于百川院。老衲贸然猜测，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必察之毒的人。这你出事后，云比丘后悔莫及，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。白院主找到他时，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，被白院主一剑穿胸。幸好齐院主及时查明了，他确系为奸人蛊惑，并非真心要害你，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，留了下来。可云比丘10年来画地为牢，不肯宽恕自己。老衲再猜一猜，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。毕竟当年之事终是一环扣一环，总得有人先放下。和尚，你可真是会猜谜。不过，莫再顾左右而言他。你告诉我，百川院是不是出事了？安心，百川院没事，是百川院新晋得了一把剑，于是便向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，要召开赏剑大会。
不多的时间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过自己千遍万遍，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原谅？就在江湖之上，少年轻狂，却被不醉如惆怅。人间一趟，如梦一场，江湖相望。据说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，只为目睹那红绸一剑。今日，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。也只是少时心性，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。是啊，竟这般招摇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态度啊？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，我看你们纯属妒忌。诸位若想尽兴，可上台来比试一番，一炷香内。只要没有落身台下，谁最后一个摘得绸花，便可亲自仪式少师剑。必须是我！还真是挺热闹的。门主自来不喜寂寞，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？这认识你这么久了。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？刀。刀，没有名字。刀就是刀，要什么名字？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，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。你说了算。还不拿回你的剑？谁的？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10年了。输给我这么放不下？那时我已写信给纪院主，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室密库的事。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，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。这地道够长的，这处有明显分界。我们刚走过来这段才是新挖的，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，起码有10年了。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室的路。10年前，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，我们常住于此，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地道。李莲花，快来看！哎，借过一下。死了，是被当兄迷奸所杀，有2个时辰了。阿柔，阿柔，这是我的婢女阿柔，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。她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室密库的事？她一直跟在我身边，和纪元主的信件往来，都是她传递寄送。伤口薄而利，这宽度，像是少师留下来的。这处有2种血印，血印并不凌乱，2人并没有发生争斗，他们相对而立，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。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师剑，却被合谋者灭口。这脚印大小，一看就是个男的。你猜的没有错。这么一看呢，应该是藏在普渡寺。这说来也巧了，普渡寺的和尚呢，
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，外面可没有。半个月前呢，方丈呢，他讲经讲习惯了，爱谈参透人事的了悟之言。只是我个人呢，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，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正所谓因缘际会，顺应天成。前日因，今时果，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？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，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？老衲管不了闲事，讲经堂讲经去了，你们聊。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少时呢，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，结识了一位小沙弥，他叫做慧元。后来才知，他加入了金渊盟，叫做失魂。诗水姑娘，杨云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鬼鬼祟祟的。诗水姑娘别误会，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鉴大会的，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。等赶来时，便听说少师剑丢了。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？不，在下绝无此意。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？现在是连人都丢了。哎，诗水姑娘，诗水姑娘。找人啊！你知道他在哪？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，却被反制拖走了，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。袖手旁观，他被带去哪？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李相爷还没死。李飞生，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。对不起。啊，乔姑娘，我看这普渡寺和百川院的路口实在是太远了，不如我们加快脚步。小心台阶。乔姑娘，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，你有喘症，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。啊。慢。阿面，你怎么样了？相依。相依，你来了。你今天肯跟我说话了吗？还是不可以？我知道你恨我。小姑娘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要走，我不要回去。相依，不要走。相依，你还记不记得这里？
那个时候，你又一句话不说，跑去办什么孤注笔试，我又担心又生气，让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所以我把这个地道来接你。那个时候，总想让你高兴一下，可你又总怪我不懂你，而我呢，一心也只想着四顾门。却也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你怎么明白的这么晚？已经晚了，相依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，我也等不到你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阿敏，忘了吧，过你该有的幸福日子。自己也常这样劝我，可我等着你，这世上就多一个人认为你还活着，那也许你就多一点活着回来的可能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也辜负了自己的志向。你发现的只有这香囊吗？当时海面上死了很多的人，这个香囊只是我在其中一具尸体当中发现的。怎么了，乔姑娘？什么样子？你见到的人什么样子？这个好像也记得不太清楚，不过我记得的是，那个人大约20岁左右吧，面容看不清楚。啊，他的左腕上好像有一串佛珠串。那是我给他求的。啊，这原来是乔姑娘的一位朋友啊。当时我只能先回去找人帮忙。我要他的命！不问缘由，枉断是非就出手伤人，亏你还是四顾门的人。四顾门已经散了10年了，你这话打哪说起？这贼人我要一并带走。萧大侠未免太仗势欺人了吧？百川院好歹给我们天机堂3分薄面，你若是敢欺负我方多病的朋友，就别怪我撕破脸了。萧大侠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碰巧遇见乔姑娘，被人挟持进了地道，才跟了进去。哼，还敢编造救美之词，你也配？子敬，住手！我先不跟你们计较，我带阿敏回去。阿敏，来。这萧子敬什么毛病啊？天机堂少堂主果然威武，但你和当今大侠撕破脸，这还怎么进百川院啊？本少爷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的做派，管他那么多呢。你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没事。大哥，乔姑娘她怎么样了？喘症发作，幸好吃了李神医的药，已无大碍。乔姑娘难道就没说别的吗？李神医为何敢去救她？乔姑娘难道不觉得李神医似曾相识吗？比丘，你到底要问什么？大哥难道不觉得
那李莲花的相貌与门主有些相似吗？要解必查之毒，除了要及时服下独门解药之外，另一解法便是无了的范术金针。这些年来，假冒门主的骗子还少吗？若是范术解毒，这无了又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们呢？是啊，比丘，我觉得他的年龄、身量、武功都和门主不符合，只眉眼有5分相像，但细看又不像啊。大哥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去试试的。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。啊，是几位院主。啊，你身体虚弱，就不要起来了。这见笑了。昨日多亏李神医，我们才能寻回少时。今日我特意将其带来，好让李神医一睹少时剑。请。哈，这几位院主真会开玩笑。这宝剑我哪有资格？李神医言重了，上手试试，无碍的。李莲花，你说有个人为了个女人，就对他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下毒，害他跌入了东海，尸骨无存。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死？该死，确实该死。测试过了，根本就不是。原来要不然你看看新的剑武排名，那个浮屠三圣听说挺厉害的，你去找他们比吧。我狄飞升此生只有一个对手，就是李相爷。此生只有一愿，就是赢他。那对不住了。
我也帮不了你。现如今，你就是天下第一。我狄飞升何须你承让？不过就是避差之徒，我想办法治好你。哼！听说药魔呢，造出这副毒药，天下无人可解。再说了，这个无了和尚医术高明，花了10年的时间都医不好我。他们没办法，不代表我没办法。把洗精法髓诀告诉我，我想办法救你。哼，你当我傻呀？洗精法髓诀，很简单，你要是帮我找到我师兄的遗骨，一样换一样，否则一切免谈。你师兄？这采莲庄的仆人，倒是很有礼数啊。采莲庄的规矩，未得老爷之令，不多言，不乱看，知礼数，不逾矩。老太婆姓江，是这儿的管家。几位有什么事情，就跟老太婆说吧。老人家，莲花呢有许多种颜色，我还从未见过采莲庄这种颜色，不知道是何品种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老爷爱莲，精心研制了一套养莲秘诀，才养得出如此珍贵的采莲。老爷给这莲赐名为流光玉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采莲庄也是因为这流光玉碗远近闻名，老爷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达官贵人的青睐，所以这莲对我们采莲庄来说格外珍贵。奴婢知错了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饶命！奴婢真的知错了，求老爷饶命！说过多少次？莲是高贵之物，岂可用鸡毛豆饼这等污浊肥料？给我狠狠的打，以后长长记性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百川院刑探，采莲庄声名远扬，臣这个丫鬟竟下这般狠手，传出去不太好听吧？不知道是百川院几位侠士到访，失敬，失敬。郭庄主不必客气。不知几位到访，所谓何事呢？郭庄主啊，想必贵庄此时应该还在白丧之期吧？是的，是犬子娶妻，欣喜却意外溺水而亡。因为此女是威远镖局的千金，涉足江湖，所以百川院之前也来查看过，是意外，已经结案了。若是百川院的卷宗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采莲庄这些年来死的第3个新娘了吧？这都是陈年往事了。当年官府衙门也派人查看过，是意外落水，并无可疑。我采莲庄从不习武，更不是江湖门派，这些百姓的小事，不必劳烦几位费心了。哎，那我这位小兄弟，除了是百川院的刑探，还是当朝尚书之子，司职监察司，一向对奇案非常的感兴趣。哎，方德斌，把你的剑给庄主看看。原来是方大人，失敬，失敬。你这孽障竟然在此，竟然在此！嘿嘿，你看，好一朵美丽莲花呀！嘿，你往哪里跑？二叔，二叔，别闹！二叔，二弟，二弟，我已经跟你说叫你看好二叔，你还跑来这边，我有客人在呢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是我的错，一会儿我自去领罚。哎，要你看住二叔，为何让他跑到这里，惊吓了客人？失礼了，这是舍弟郭坤，从小得了一场怪病，有些疯癫。这是犬子郭沫，
各位见谅，此乃舍弟郭坤，少时得了怪病，有些疯癫，哎，失礼了。此乃犬子郭霍，郭霍，郭霍，郭霍。叔，再走，嘿，你跑不了了，你跑不了了。我弟发病的时候，只有我才能制止他。恕郭某失陪了。郭庄主不急不急，李某呢倒是有个不情之请。听闻采莲庄莲花盛名，不知我们可否到庄上去赏赏莲花呀？好，那三位请便。客人小心，这一路有主人重金购回的寿山石，莫要碰到。这言辞闪烁的庄主，突然闯出来的疯子，还有那个看上去唯唯诺诺的少爷，还有那个神神叨叨的管家婆婆，怎么看上去都奇奇怪怪的呢？这三个女子呢，前后嫁进郭家，也并无交情，却都死在了这个采莲池中，也太巧了吧！所以这个采莲庄，肯定藏了一些什么秘密。我是来找尸魂的，不是来查案的，懒得听你分析这些。阿飞，你干嘛那么心急啊？刚才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就忙着打断。他呢，也只是想问问尸魂的一些往事而已。啊，等等，你们说什么啊？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往事啊？啊？哎，等找到了尸魂，你自然也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客人请慢赏，此处关联醉驾，有劳了。哎呦，这确实是个好地方，这么大一片莲池，说不定还能钓鱼呢。你现在急着也没什么用啊。若是郭庄主有心隐瞒什么呢，你现在逼问反倒会打草惊蛇。倒不如呢查查采莲庄这个案子，弄清楚10年前发生了什么，说不定还有新的线索。说来说去还是想要我帮你查案啊。简单，我去把郭乾抓来拷打一番便是。阿飞，你别乱来行不行？方东变，不用追了，随他去吧。他查案毫无经验，性情又暴力，万一皮弟上来对人动了手，那就……不会的，放心吧，他都多大个人了。李莲花，我就越来越好奇了，你就那么信任他？什么信任？哦。这死者都还没有落葬呢，不如我们去灵堂给他上炷香吧。走走走，你。停灵7日，才3日就没什么人了。采莲庄对于这位刚死去的少夫人，的确不怎么上心啊。你看，腹胀，内有水，却像是溺水而亡。尸体肿胀。尸斑是浅红色，确实像溺水后皮肤被水浸泡，导致尸斑延缓出现的样子。他这脖子上有很多的淤青。哎，阿威这是干嘛呀？郭少爷，尊夫人之死尚有蹊跷，我们还想再查验一番，以考还死者一个公道。该检查的都已经检查过了，逝者已逝，二位就不要再打扰逝者的安宁了。郭少爷，这实不相瞒啊。尊夫人前几日托梦于我，哭诉冤屈，无法安宁，所以我们才来采莲庄的。托梦这位是莲花楼楼主，江湖人称李神医，他有通灵之能，他的梦可准得很。可就算如此，也该容我先向父亲禀明，征得他同意之后才可以啊。这郭少爷好像很怕郭庄主，听从父命乃天经地义之事。郭少爷，既然这关已经开了。这该冒犯的已经冒犯了，我稍后自会向郭庄主请罪。倘若他真的怪罪下来，便由我一律承担。这尸体不只是皮外伤，他的手骨折断，颈骨也有很严重的损伤。我们可没有跟他动过手啊！之前衙门来的人已经检查过了，说是新娘溺水失足，挣扎撞伤所致的。这确实也不像被人打过。
不过郭少爷，这新娘死之前可发生过什么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用过晚饭后，苏苏便独自回房，说要再试试嫁衣。新娘回房之后，就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人世太匆忙，等不及地老天荒，来日又方长，换个神仙愿望。人世太匆忙，褴褛青山轻易霓裳，谁不是孤身走一趟？想人人雨伞，风却越吹越狂欢，挥散。